我爱上了有妇之夫，什么是一失足成千古恨？当我们被发现时，我羞愧到无地自容，身旁的男人却不以为意。如果早知道会遇到他，我一定不会选择那条安检通道。5·1放假回杭州，首都机场人满为患，我却因为堵车而迟到。要不是我爸慷慨解囊赞助了我机票，我此刻本该躺在家里追剧，也不用这么慌忙。机场广播已经一遍遍在喊我的名字月下，我一路求情才插队挤去过安检。前面的男人却不慌不忙，每一帧动作都优雅得体。我站在他身后，看着他把笔挺的西装缓缓脱下，整整齐齐叠放在盒子里。西装内里的爱马仕商标像是远光灯一样，在安检传送带上闪闪发亮。但现在不是欣赏的时候，我等不及他的慢条斯理。相比之下，我粗糙而鲁莽地把我的大包小包一股脑塞进传送带。我知道，在他这样的人面前，我相形见绌，但飞机不等人，我也只能如此。尽管这样，我还是在等安检人员的时候偷瞄了他一眼。他那精致的 vintage 袖扣又让他成为全场焦点。可看得出来，安检人员对于他这样考究的男人有极高的容忍度，只确认一下就毕恭毕敬地放他通行。我抓起包一路狂奔，总算是赶上飞机，坐在座位上已是满头大汗。就在我大口喘气的时候，头顶上传来极具磁性的声音，低沉而温和。他说：“您好，我是 B32。”我顺着声音抬头看到的，竟是安检时遇到的那个男人。和我的狼狈相比，他却心平信步，没有一丝慌张。特别是他深邃的眼睛，是那样的炯炯有神，像是刚刚看过一幅名画般沉静，却和他精亮的袖扣交相辉映，丝毫不输半分。等我回过神来起身，已过良久，而他始终站在一旁，任由我打量，面带微笑，又好似在反过来玩味着我的神情。不知为什么，我突然为自己的莽撞而懊恼，像是学生时代被暗恋许久的学长看到摔了一跤时的丢脸。可就在这时，他从包里拿出一串包包，挂饰在我面前晃了晃，问道：“是你的吧？”我下意识地去查看我的包包，才发现我的小熊不见了，尴尬地点点头，连谢谢都紧张地忘了说，话到嘴边却好像只想脱口而出：“你的手真好看。”就在我极力控制自己的眼睛别看向他时，一个美女从天而降，非要挤进里座，生生跟靠窗的叔叔换了座位。我有意无意的还看到她坐进去的时候，翘臀戏很足。美女显然是有备而来，短短半个小时就花样百出。一会冲进厕所去换性感一字肩连衣裙，一会描眉画眼涂口红的，甚至还故意把果汁洒在腿上，极尽挑逗之能事。我长吸一口气，正准备识趣的离开，没想到正要起身，他就按住我的手腕，稳住了我。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，和他对视打着哑谜，大概是见我太没默契，他才不得不开口，向我明确地发出求助信号：“你刚刚看什么呢？我可以一起看吗？”我哪里在看什么，但为了配合他，还是乖乖掏出 iPad， 随手播放了下载好的《权力的游戏》。美女以为我们认识，就不再纠缠，眼看着她虎口脱险，可却轮到我自讨苦吃。屏幕上正在上演一出好戏，说来也巧，明明第1集还在演一群小孩子，偏偏就赶在第2集，这时龙妈就和马王共赴云雨。龙妈衣不蔽体，还面露绯红，微娇带喘的像初开的花苞般，我见犹怜，又浮想联翩。从没想到看个美剧居然能看出这么度日如年的效果，倒数10个数都数完2遍了，它还没结束。我的脸简直比龙妈的脸还要红，看也不是，不看也不是。一想到和陌生人一起看这样香艳的镜头，就觉得无地自容，更何况还是我自己找的剧。就在我忍受不了，准备关掉屏幕时，却有一只手遮在了我的眼前。我认得那只修长的手，消瘦修长，像钢琴演奏家的那种。那一刻，我的世界安静了，昏暗的机舱仿佛只能闻到他手上淡淡的香味，刚刚的一切都仿佛不复存在。我似是又恢复了平静，直到他小声在我耳边打趣道：“小孩子不许看，
少儿不宜。我转过头去，和他的脸只有毫厘之隔。他呵气如兰，让我的每个毛孔都燥热起来。我知道我的脸更红了，可我的眼睛却像是定在了他的脸上，怎么都拔不出来。我见过很多大叔，上至公司总裁，下至邻居大哥，但却没有一人如他一般散发着强烈的荷尔蒙，像是浓郁的香水，让人忍不住想入非非。更糟糕的是，龙妈和马王的场面又在我脑中挥之不去。我咬着嘴唇，生怕扑通扑通的心脏从嗓子里跳出来。临下飞机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叫文森，很高兴与你一起度过愉快的旅程，月下。”我惊讶地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他戏谑地指了指上面，模仿着广播的音调说：“月下乘客，您飞往杭州的航班即将起飞，请您抓紧时间登机。”那时，我以为这是我们之间最后的对话，所以肆无忌惮地笑得很用力。5月杭州的夜风很舒服，却也搅动得一池春水不得安生。我坐在床上，看着《权力的游戏》在飞机上那集，已经不知多少遍。我并不是对这样香艳的画面多痴迷，只是睹物思人，每每看时，都好像一回头，文森就坐在我旁边。我不知道自己这样算不算沉迷，毕竟只是萍水相逢的人，若想再见，堪比大海捞针。或许若真的别于人海，假以时日，我也忘了他。但偏偏让我又遇见他，不早不晚，刚好是我又想起他的时候。在银泰百货和朋友吃过饭，我就一个人百无聊赖地闲逛。正在我在一条白裙子前驻足时，隔着上面的蕾丝，我却看见文森。我不知道2天之内遇到同一个人3次算不算是缘分，只是那一刻我满心欢喜，已经准备好拿出久别重逢的笑容来和他打招呼，甚至在短短的几秒钟里，我在脑海里还计划出好几种找他要微信的方式。可就在我正要上前，却看见他身边站着一个女人。那女人面容姣好，举手投足都端庄典雅，虽然样子比文森略小几岁，可2个人站在一起却是那样般配。这突如其来的女人打乱了我原本的节奏，我迈出去的右脚又收了回来。我静静地观察，他们是那样默契，他刚捻手指，他就递过去纸巾；他才拢了拢头发，他就裤子口袋拿出一根头绳。不仅如此，他的宠爱溢于言表，他看中的每一件衣服，他都说好看。识相的店员也站在一旁说：“太太气质真好，您看看我们新到的这条裙子很适合您的。”他们也不回答，只是相视一笑，文森就爽快去结账了。他们在店里，无论是店员还是其他顾客，都忍不住被吸引，无论是穿着打扮还是身材长相，都让人想多看2眼。甚至那女人选中的衣服，瞬间就被一抢而空，犹如明星效应一般。而相比之下，我却躲在角落不敢露面。无论是此前对文森的朝思暮想，还是刚才企图和他有进一步联系，都像是觊觎了别人的幸福。文森缓缓向我的方向走来，我马上转过身去，生怕自己的内心被发现。好在他只顾着和身边的女人聊天，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。这让我更加失落，像是被无视的草芥。我听见他叫他宝宝，他们聊着给家里老人买的按摩椅和计划新家的装修，一句句咱爸咱妈叫得我肝肠寸断。特别是从镜子里，我看见文森手里拎着的婴儿礼盒，是那样的刺眼，好似在告诫旁人他已经名花有主，生人勿近。我魂不守舍地目送他们离开，第一次感受到了无力回天。那是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拥有的男人，是君生我未生，我生君已有佳人的绝望。就在我顾影自怜时，店员却突然向我尖叫道：“哎呀，这裙子怎么脏了？”我这才发现面前的白裙子被我手上的半杯芬达画成了地图模样，这才反应过来，刚刚有人从我身边经过，不小心撞了我一下。当时我正魂不守舍的，就没留意到弄脏了裙子。可那人早就走了，很难说是我们谁的责任。事到如今，我只好尴尬地向店员道歉，赶紧说我会赔偿的。可那店员不依不饶，还在唠叨不停。这时又刚巧我的朋友打来电话，我手里提着东西，身体一失衡，就摔了个人仰马翻。
我摔了不要紧，反正文森也不在这了。都说女为悦己者容，现在我也没什么好在乎的。可倒霉的是，我手里剩下的半杯芬达竟被我一扬，对衣架上每条裙子都雨露均沾，洒了个遍。完了，这可怎么办？这得多钱，我也赔不起呀。碍于囊中羞涩，我只得恳求店员能不能赔干洗费。而这更是激怒了店员，刚刚还只是数落我，现在大有把我送去保安室的架势。他认定我是来闹事的，尽管我再三解释，他也不肯罢休。最糟糕的是，我根本无力支付这么多件衣服，只能恳求他赔付干洗费。他一听更是怒气冲冠，拽着我的胳膊就要往外走。我哭腔求他，又不得不给爸妈打电话求救。就在我窘迫之时，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：文森说，刚刚是我不小心撞到他的，是我的责任，钱我付，他也不是故意的。比起赔衣服，其实在我心里更怕见到他，何况还是以这样的形象。但不知为什么，当我和他四目相对的时候，眼泪却不争气地流下来，委屈巴巴地说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这句话只有我知道，不仅说的是弄脏衣服，还有对他的念想。文森帮我提着7、8件衣服，把我送上出租车，车绝尘而去，我却频频回头。突然我想到什么，要下车窗，对着他大喊，我怎么把钱还给你？他摆摆手，笑若灿阳，送你了。我曾千方百计地想和他再续前缘，却没想到以这样的形式开口，而这样的答复是他的慷慨，却也是我的闭门羹。有些人再好，也敌不过一句有缘无分。假期转瞬即逝，我之前很少有恋家的感觉，这次却走得不情不愿，不知道是不是心中有别的惦念。回京的机票售罄，我爸这个女儿奴又特意高价给我订了软卧，虽然时间长，倒是也还算舒服。包厢里有2个上下铺，我住在左边，不知道其他3位乘客是什么人。我坐在床边，看着对面的床铺发呆，痴心妄想，如果还能遇到文森该有多好。我究竟在期待些什么呀？就在这时，我的眼前居然真的出现了文森的脸，我惊讶于自己怎么做起白日梦来。可文森却一脸惊喜地说，这要巧，又遇到你。我上手掐了他的脸一下，触碰到他的胡茬，这样真实的触感不会错的。我竟真的又遇见他。文森没有躲开，还以一击摸头杀来回馈我。我像灵魂出窍了一样，说了句，真的是你。我该不会在做梦吧？他扑哧一下笑了，自己也搓了搓，刚好碰到我的手。都说十指连心，我的心一下子就像被电击一样，恨不得从胸腔里蹦出来。而他说，所以这是你美梦成真了吗？我怔怔地看了他1分钟，才回过神来，想起他是有妇之夫的事情。有些美梦可以自己做做，但若是成真，就会是梦魇。于是我突然之间就弹起来，二话不说对他避而远之。对于我突如其来的性情大变，想必文森也很是诧异。见我坐去过道的小椅子上，他还跟过来和我讨论沿途的风景。我不想回应，却总是忍不住看他，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沉进我的心里。他说他今天的阳光很像他在三亚的日光浴，他说前面的湖水清澈，犹如青海湖那般波光粼粼。他说他一直想去拉萨，还推荐我也去玩玩。他不知道的，我心底的声音，他在哪里，哪里就是风景。要不是隔壁一对小两口嬉笑声打断我，可能我还在沉迷于幻想里。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远离他，不等他说完我就起身离开。我知道这样很不礼貌，但我已经心乱如麻，难以自持。我拿出一副扑克牌，去隔壁邀请小两口一起玩斗地主，他们欣然答应。我对文森的印象，他并不是爱凑热闹的人，但这回他却闻声赶来，想要加入。就在小两口热情邀约的时候，我却果断以人员已满来拒绝他。他大概也看出我的意思，没再多说什么，只祝我们玩得愉快，就离开了。其实我的心也跟着他走了。整个玩牌的过程中，我一直在想他在做什么，是一个人在休息，还是和别人在闲聊打发时间？会是女生吗？他也会和他说起青海湖和拉萨吗？
我的心不在焉，让我一输到底，甚至好几次摸拍时碰到那丈夫的手，还被他妻子瞪了一眼。幸好那丈夫没太介意，每次还都笑呵呵地打趣我该找个男朋友了。不过我总算是熬过了时间，天色已经渐暗。我起身告辞，那个的丈夫还意犹未尽的样子，临走还往我兜里塞了一把瓜子。回到包厢，文森正在微弱的灯光下看。Kindle 见我回来，只说一句等你很久了，就让我再次元气大伤，所有的努力化为乌有。我怂怂地躲进被窝里，眼睛不见为净，就哪怕他文森貌比潘安，我也不能碰。我就这样昏昏沉沉地睡过去，再次醒来，车厢已经熄灯，一片漆黑。我摸黑起身去厕所，却没想在厕所门口遇见隔壁的那个丈夫。他见到我似是很欣喜的样子，我礼貌地打招呼，却没想他离我越来越近。我尴尬地一直退后，不知道他想要干什么，但女人的直觉让我有危险的预感。对此，我特意问候他的妻子，希望让他停止眼下这不合适的举动，但他却不以为意，居然一把搂住我，力气之大，像是要把我揉进他的身体里一般。我大力推搡着他，他却把这当成是欲拒还迎，还在我腰间掐了一下，口中喘着的粗气也越来越大声。我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，比起既愤怒又害怕，我带着哭腔连连警告：“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，不然我就喊人了。”好了，那就不要再欲拒还迎了，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。你给了我一下午暗示，要是你没这个意思，怎么还按我字条上写的来赴约？什么暗示？什么纸条？我完全不懂他说些什么，可他根本不给我解释的余地，像是泰山压顶一般，大有横刀立马的架势。就在我正要尖叫时，那男人突然被撂倒，文森挡在我的前面，居高临下的把他踩在脚下。我吓得把文森当成救命稻草，死死地搂住他的胳膊。我不想把事情闹大，文森便也只是对他小惩大戒。他护着我回到包厢，我坐在床边却感到后怕，始终没有松开文森的手。很难想象，如果没有他的出现，我会怎么办？文森担心地看着我说：“女孩子一个人很危险的，特别是你。”我想都没想，反口就说：“还不是因为你，我才跑去隔壁惹祸。因为我……”话到嘴边，我却哑口无言，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表情已经暴露了我的心思，文森只宠溺地笑了笑，面对我的羞涩，没有再追问。而此时车窗外下起大雨，电闪雷鸣的让人发慌。我心中郁闷，好好的回城，不仅没有买到机票，要在这里受罪，还遇到变态色狼，就算是和喜欢的人坐在一起，也只能避而远之。我越想越委屈，索性向文森要了一罐啤酒，一醉方休算了。但我忘了自己一杯倒的体质，一瓶还没见底就酩酊大醉。都说酒壮怂人胆，看来是真的。借着酒劲，我放开许多，整个人像树懒一样挂在文森身上。他好像也没有反感，对待我这个醉鬼依然彬彬有礼，还怕着凉，给我披上外套。可就在他把我放在床铺上时，我却揪着他的衬衫衣领，把他整个人都拉倒在我的身上。包厢内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我看不到他的脸，但却能感觉到他的呼吸。我伸手去抚摸他的眉骨，想象着他的样子。这样的场景几度出现在我的梦里。我不该对有妇之夫起贪念，可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心。我好喜欢他，为什么偏偏相遇又求而不得？住在上铺的两个兄弟早就睡得鼾声四起，我的心却汹涌澎湃。我的脸埋在他的锁骨上，他和我近在咫尺。我似是自言自语的呢喃道：“我也不想喜欢你。”文森抱住我，在我眼皮上轻轻一吻，就让我天旋地转。不知是不是幻觉，我听见他回复我道：“但我想喜欢你。”接着我感觉到他那只好看的手伸进我的上衣下摆，冰凉而温柔，像是一条清澈的小溪流淌在我的心窝。我的身体瞬间瘫软下去，脑袋也无暇思考，像是中了魔咒般动弹不得，只任由他攻城略地。在狭窄的床铺间，我们合二为一。我知道自己不能出声，却忍不住在他耳边轻声呻吟。
他拖着我一骑绝尘。窗外风雨大作，像是我们的激情一般呼啸而来。雨滴拂过车窗，上面若有似无地映衬着我们的影子，极尽所能地把自己融化在对方的身体里。温存总是短暂的，当激情褪去，汗水就成了冷汗，让人清醒。我酒醒了，却无法面对身旁的文森。我到底还是成了小三，这本在我看来应该被万人唾骂、人人喊打的行为。我从来不会鼓吹爱情没有先来后到的歪理邪说。我破坏了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，我不为自己找借口，我罪该万死。天还没亮，不知这一站是哪里，离北京还有很远，但我悄声收拾好东西，提前下了车。临走时，我拿走文森放在桌面上的 Kindle， 我想在我怀念他的时候，看看他曾读过的书，就像和他并肩站在一起一样。再见了，文森，愿做了错事的我们可以相忘不相见。文森的 Kindle 就像是一瓶名为爱情的香水，每次我想到它的时候，就翻开读几页，历久弥新，挥之不去。我未曾想过，为了一个萍水相逢的男人，我不仅踩了自己的道德红线，还在一别两宽的日子里对他念念不忘。但我对自己说，等到秋天就忘了他吧。时逢盛夏的北京，小区里的树木亭亭如盖，凉亭在树荫下是午后的好去处。周末闲来无事时，我就会带着文森的 Kindle 在那里看书。一天，我正在凉亭里看书，小孩子嬉闹的声音打断了我。我循声看去，是3个6、7岁大的小男孩正围着婴儿车密谋些什么。我本没在意，可片刻之后，我却看到其中一个小男孩正要把手里的毛毛虫放进婴儿车里，而那车中的小婴儿已经嚎啕大哭，声嘶力竭。我赶忙过去制止，就在这时，一个女人出现了，不是别人，竟是文森的老婆。我再一看，小婴儿穿的就是在杭州银泰百货偶遇文森时，他手里提的婴儿礼盒的衣服，天蓝色上面画着朵朵白云和热气球。我本能的想要逃离，但他却对我的出手相救很是感谢，不仅拉着我介绍他是新来的住户，还想要和我当睦邻友好的好邻居。我百般不情愿，或许是做贼心虚，在他问我名字的时候，都没敢说真名，而是顺口胡诌了一个名字王可。我得知原来文森的老婆叫艾薇，我心中暗自神伤，他们连名字听起来都如此般配，真是注定的姻缘。艾薇手里拎着满满的东西，在推婴儿车，真是有心无力。她看着我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刚刚东西没拿住，散了一地。”谁知道我正在捡，团团就被孩子们捉弄了。王可能不能麻烦你送我们回家一趟？我可是没有忘记我和文森的暗度陈仓，像我这样的人就该像老鼠一样躲在阴影里，怎么敢登堂入室？可看着艾薇清澈的眼神和被购物袋勒到发白的手指肚，我只好答应她送到楼下。艾薇似是很喜欢我，不仅要了我的电话和微信，一路上还都在热情地和我聊天。她和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她丈夫，不仅夸她爱家体贴，而且还细数他们从恋爱到结婚的心动细节。她讲得兴高采烈，我听得心如刀割。我究竟是发了什么疯，才敢去碰一个有家室的男人？我觉得自己真肮脏，可又同时说不上来对艾薇是羡慕还是嫉妒。她实现了我所有对于文森的憧憬。如果婚姻也有变形记，我愿付出所有的一切和他交换，哪怕只有短短数日，于我已是足够。婴儿车里，这个叫团团的奶娃娃看着我笑，还向我伸过手来。艾薇逗我说：“团团很喜欢漂亮阿姨呢。”我笑得毫无底气，像是在面对一个无知孩童的认贼作父。当艾薇让我抱抱团团的时候，我谢绝了，我不配触碰这无辜的孩子。艾薇很友好，隔三差五就给我分享小区附近好吃的饭店或装修很棒的咖啡厅，几次邀约都被我婉拒。我不想和他深交，更怕会遇见他。我是一个相信恶有恶报的人，所以1周之后，小区里一夜之间挂满了咒骂小三的条幅。我吓得对号入座，还以为是艾薇发现了什么。从大门走到楼门的这一路，很多住户都在讨论，听说是一户业主是别人包养在此的二奶。
我加快了脚步，头都不敢回，总觉得自己被含沙射影，难辞其咎。我承认我很害怕，不仅担心自己颜面扫地，更怕面对艾薇。她是那样的纯真有爱，对待爱情和婚姻信誓旦旦，而我却成了老鼠屎，给她带来无尽的伤害。我在脑中幻想着她哭泣的样子和对我憎恨的眼神，虽然在法律上来讲我罪不至死，但我却觉得自己死不足惜。事到如今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旷工3日，在家里喝得酩酊大醉，直到第4天，有人敲响我家的门，是艾薇到访。我下意识地把门关上了，我想逃避自己曾经犯下的错，逃避他，也逃避自己。可艾薇一直在敲门，说很担心我，问我是不是有什么难处。原来他在楼下听到我邻居对我的抱怨，说我日日夜夜在家里耍酒疯，常常半夜嚎啕大哭，鸡飞狗跳。艾薇好心地送来自己精心熬制的粥，还帮我收拾一地的残局。我突然想到《致命女人》里的桥段，当妻子发现丈夫出轨后，为了劝退而接近小三。难道艾薇也是这么打算的吗？几天的醉酒已经让我站不起来，几乎是用爬的。我抱住艾薇的腿，哭得昏天暗地，发自肺腑的一直在说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艾薇却还以为我在说害她为我担心的事，把我扶到床上，还安慰我没有过不去的坎，天大的事情，时间都可以解决的。我错了，如果能重来，他就是一个神仙，我也不会再为他动心。艾薇看出我是情伤，不再追问，只透了热毛巾帮我擦干净脸，还在床头柜上放了一杯水，最后蹑手蹑脚地带上门回去了。那天我想了很久，时光不能倒流，我犯下的错无法弥补，唯一能做的事情就只有远离他们，让我和文森之间的事情永久尘封。为了再不与文森相遇，我决定另谋住处。我愧疚的心终于在敲定新居时得以解脱，倒计时2周，我将从他们的世界里消失，避免在小区遇见文森和艾薇。我不是足不出户，就是绕很远的路去别的地方消遣。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，有心事的时候就喜欢去唱 KTV， 特别是失恋这种时候。我一个人在密闭的小房间里，对着屏幕嘶吼，所有伤心的情歌统统唱过一遍。只有在这，我才能肆意发泄自己的情绪，在别人的歌曲里抒发着自己的情感。我唱通宵，午夜12点的时候 ，KTV 会有自助餐。我在意大利面、红烩肉丸、蛋炒饭之间穿梭，成了满满一大盘，以备战后半夜的个人演唱会。回到房间，大屏幕里播放着弦子的《第三者的第三者》，我感同身受，食不下咽，只静静地看着屏幕上的字，字字珠玑，写尽辛酸泪。果然是你。突然门开了，门缝里传来一个富有磁性的声音，话音刚落，我的脑中瞬间浮现出和他的种种，在飞机上的初遇，在杭州商场的重逢，再到火车里的肌肤之亲。文森，怎么会是你？文森比之前看起来憔悴很多，虽然穿着衬衫系着领带，却依旧难掩疲态。他不像以往每次那般神采奕奕，不知是不是我多心，总觉得他的眼神暗淡了。我让自己冷静下来，还假模假式地说好久不见，而他却说我一直在找你。是啊，他在明我在暗，他怎么会知道我和他就住在同一个小区？或许每一次只差分秒就会擦肩而过。而更让我在的是，他在找我。那段我曾以为的露水情缘，错归错了，可好在自己并不是他可有可无的。419，我心中竟有一丝感动和窃喜。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，更加无地自容。这个男人是毒药，我无力抵抗。无论在人后我有多信誓旦旦，有多悔恨不已，当他站在我面前，我还是会不顾一切。我说：“你走吧，也不要再找我。我们不该在一起，以前是，以后也是。”他侧头靠在沙发上看着我，良久才开口：“我好累，可不以再做一首歌的时间。”那一刻，他不再是不怒自威的成功人士。无论他的西装有多笔挺，表有多贵，他只像一个快要被生活压垮的人。我很想抱抱他，让他在我的怀里熟睡，不去管那些应酬和是非，
只好好的睡一觉。但我不能，在他的家里有一个善良的妻子，我没资格代劳。见我不说话，文森走到前面，坐在茶几边，拿着麦克风，随着屏幕里哼唱。他低沉的嗓音，在这午夜的 KTV 里唱得丝丝入扣，让我涕泪横流。特别是当他唱到那句“我知道我们都没有错，只是忘了怎么退后”，我觉得是给我的答复。曲终人散，文森如约离开，和每次一样，我们都是匆匆相遇，又匆匆别离。蓦然回首，不过是两条平行的轨道，错误的短暂交汇，又注定各走各的路。后来去厕所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和几个客户样子的人往外走，我躲在柱子后面，在人群里一眼认出文森的背影。不需要照片，不需要画像，他已烙进我的心里。周三晚上，我正要睡，就接到一个陌生电话。他说：“你好，你是王可吗？”王可。我几乎都忘记自己曾经为了应付艾薇而随口编出来的这个名字，而能如此称呼我的人只有艾薇。电话里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而且像极了文森。我的头脑飞快运转，理清了关系，他们是夫妻。文森或许是从艾薇那里听到了一个叫王可的好邻居。我不敢暴露自己，捏着鼻子说应声。结果文森却说艾薇出差了，团团在家里哭闹不停，他一个男人搞不定，求我去帮忙。我当然没去，狠心地挂断他电话。可不一会，艾薇又打电话来，看得出他很着急。文森又不会照顾孩子，迫于无奈，他只能求我去一趟。在孩子和我自己之间，我最终妥协了。横竖我就要搬走，就算今天相见，我也已经说得很清楚，不会再和他往来。就当是对艾薇和孩子的赎罪，我咬着牙就去了。不出意外，文森见到我竟然是艾薇口中的王可，感到又惊又喜。我不想和他多做解释，径直走向团团。不得不说，文森这个爸爸当得确实不称职，尿不湿包得七扭八歪，都不如我一个没当过妈妈的人。我自顾自地像做任务一样忙活着团团，想着搞定马上就走。但没想到我的出现却让文森看到死灰复燃的机会。他从背后抱住我，略带胡茬的下巴抵在我的头顶，对我说：“你说这是不是缘分？”我从他的怀里挣扎开，团团在婴儿床里看着我，他的眼睛像极了艾薇，此刻就好似艾薇看到了我们的罪行一样。但这次文森并没有轻易放过我的打算，他把我拉回来，握着我的手，和我四目相对，说道：“再一再二不再三，我们数次的相遇，难道不是命中注定吗？”我别过脸去，艰难的回答：“不过是一场孽缘。”文森不依不饶地问我：“在火车上，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？为什么还要躲着我？”我甩开他，大声地喊道：“我说的是我不想喜欢你，文森，我们不该在一起，我们犯了错，但不能一错再错。”他不再言语，只把他的手机递给我。在记事簿上记录着他自从火车一别后竭尽全力找我的记录。他写下所有和我有关的信息，去我背的包包店里求，C 告知他买这款包所有顾客的电话，偶尔瞄到我手机里的微信群名，他就加了所有类似字样的群。如他所说，他一直在找我，从来没有放弃过。我一败涂地，一边捶打着他，一边抱着他，他也已是泪流满面，吻上我的唇珠。我和他在他家的卧室里忘情的拥吻、抚摸、相爱。如果前面就是地狱，哪怕明天就会万劫不复，我也不愿再多想。就算再续前缘，只有这一夜，我也要对文森的痴情予以回复。那一夜，我们挥汗如雨，紧贴着彼此，就算累到睡过去，也始终难舍难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突然我听到开门的声音，我惊醒，环顾四周，才反应过来自己现在的处境。我被捉奸在床了。当我一丝不挂地出现在艾薇面前时，她惊叫着，我整个人缩进被窝里，不敢面对即将爆发的腥风血雨。我想我完了，我终究成了千夫所指的小三，被正宫抓个正着，而他还是亲手把我引狼入室的。我根本连解释都无法开口，事实胜于雄辩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？
我躲在被子里，让自己一定冷静下来。无论接下来艾薇对我如何打骂，哪怕再去小区对我实名制挂条幅来羞辱我，我都认了。我只说一句：我罪该万死，以后一定不会再出现。可文森却没有半点惧怕，只揉着眼睛，淡淡的对艾薇说：“你回来了。团团在隔壁，你还要继续参观我们吗？这是什么情况？”文森的反应让我大跌眼镜。究竟是什么样的家庭出轨的丈夫，竟然可以这样大言不惭地对妻子这样吩咐？更何况还是在捉奸在床的时候。我露出一双眼睛看艾薇，她的回答却更让我惊掉下巴。她居然一脸欣喜地说：“所以王可是我嫂子吗？”嫂子？什么嫂子？文森笑笑说：“来，认识一下吧，她叫月夏，就是我一直在找的那个女孩。这是我妹妹，艾薇。你们认识的？”我无力面对这惊天反转，上一秒我还吓傻在被窝里，下一秒居然就被毕恭毕敬地叫嫂子。换成我满脸疑惑地问：“你们是兄妹？”文森还有心情逗我：“对啊，长得像不像？”我委屈巴巴地抱怨：“可是你叫他宝宝啊，你没有小名吗？”艾薇在家里小名叫宝宝，那你呢？我叫贝贝。后来我和文森一路顺风顺水，相恋2年后修成正果。我问他，如果当时他真的是有妇之夫，遇到像我一样的小三，他会怎么做？他告诉我，他这辈子都会和我如影随形，不会给别人可乘之机。继而也问我，如果我爱上了有家眷的男人，会明知是有违道德的前提下，还不顾一切吗？此时我已为人妻，更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幸福家庭被拆散的痛苦，也经历了爱错人之后那如影随形的自责感。坚定地说：“不会，没有一个错误的开始会是欢喜的结局。冲动的后果是无底深渊，无人生还。”